夸口吹牛惹祸端，贪婪恶徒起杀念，一场谎言酿惨剧，于田河畔现实残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1934年6月的东京，于田川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。当一只孤零零的左手被发现时，没人能想到这只是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故事的开始。这起案件不仅震惊了整个日本，更揭示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能驱使一个人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？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让两个普通的老人卷入这场悲剧？让我们一起走进1934年的东京，揭开于田川碎尸案的重重迷雾。1934年6月14日，于田川永代桥上游，一只男性左手腕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。仅仅一天后，在吴七桥附近又发现了一只右手。到了18日，一只左脚踝在芝浦海岸被冲刷上岸。警方很快确认，这些残肢来自于同一名成年男性。然而，由于尸体高度腐烂，身份确认工作困难重重。死者究竟是谁？又是什么人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？在这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，警方展现了令人惊叹的专业素养。通过细致的鉴识工作，他们成功从这些残肢上提取出了指纹。随后，他们将这些指纹与司法省保存的前科犯指纹库进行比对，确认死者是来自德岛县，曾因盗窃罪2次入狱的60岁男子，人送外号吹牛爷爷。吹牛爷爷与51岁的妻子歪头老太经营着一家简陋的关东煮摊，他总是吹嘘自己家财万贯，能领丰厚退休金，而歪头老太则总是沉默地站在一旁，脖子似乎永远向右倾斜。然而，当警方找到这对老夫妇的住处时，却发现大门敞开，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。屋内空空如也，所有家具都不翼而飞。然而，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无声的证据。天花板和隔扇上喷溅着血迹，地板上有明显的擦拭痕迹。当警察掀开已经开始发霉的榻榻米时，发现地板下渗透了大量的血液。房东和邻居们反映，在老夫妇失踪后，一名自称是他们亲戚的年轻男子小林，以抵债为由变卖了所有家具。同时，一名废品回收商也向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。他回忆道：6月14日凌晨，一个鼻子上有痣的年轻男子让我帮忙处理东西。他给了我一个装满碎肉的汽油桶，说是烤鸡店的坏肉。我们一起把桶扔在了于田川的白须桥附近。警方根据这些线索绘制了嫌疑人画像，并大量分发给东京各警察署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6月23日，在四谷警察署船马派出所值班的一名巡查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、鼻子上有痣的男子。这个男子自称小林耀助，23岁。然而，当警察检查他的行李时，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证据：沾有血迹的锯子、砍刀、菜刀和手斧。小林当场被逮捕。随后的调查揭示了更多真相。小林的真名是小林利平，实际年龄25岁，已经有3次前科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他在5月10日才刚从前桥监狱释放。出狱后，他在神奈川县平冢市的一家寿司店当外卖员，但很快就偷走了25日元的收款，逃到了东京。命运的巧合让小林偶然光顾了吹牛爷爷和歪头老太的关东煮摊。吹牛爷爷一如既往的吹牛说，我有1万日元以上的存款，有花不完的养老金。要知道1934年的1日元相当于现在的2500日元，所以1万日元就相当于2500万日元。或许是刚出狱的焦虑，或许是对金钱的渴望，小林竟然轻信了吹牛爷爷夸大的谎言，以为老夫妇家中珍藏有巨额财富。他开始精心策划一场抢劫，以借宿为由住进被害人家中。6月7日晚，
小林请老夫妇喝酒，等到两人酩酊大醉睡去。6月8日凌晨2点，他用斧头残忍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。接下来的14个小时里，小林先后用锯子、菜刀、出刃刀将尸体的肉、皮、骨头、内脏全部切成1寸大小的碎块，中途刀具变钝，他又买了新刀，直到将夫妇俩的尸体切成肉末，装入5个石油罐，让偶遇的废品回收商帮忙处理。然而，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或许是太过自信，或许是太过匆忙。小林在分尸过程中，竟然遗漏了吹牛爷爷的双手腕和脚刀。正是这些遗落的碎块，成为了警方确认死者身份、锁定凶手的关键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据小林交代，案发前夜，吹牛爷爷的双手腕曾做出奇怪的动作，仿佛预感到自己即将遭遇不测。然而，当小林终于打开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藏时，等待他的只有19日元现金和一本余额仅有50钱的存折。这笔赃款只不过相当于现在的48000日元，也就是2300人民币左右。为了这微不足道的利益，小林却犯下了滔天大罪。司法程序以惊人的速度推进。6月23日，小林被捕。9月12日，东京地方法院就开始了首次公开审理。9月19日，小林被判处死刑。他在法庭上一度要求判我死刑，却又在宣判时装病拒不出庭，最终被多名狱警押解到庭。仅仅3周后的10月12日，死刑就被执行了。从犯案到伏法，整个过程不过4个月。于田川碎尸案不仅是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，更是一个关于谎言、贪婪和愚蠢的悲剧。吹牛爷爷的无心之言引来杀身之祸，小林的轻信与贪婪酿成大错。这个案件提醒我们，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句话语，都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。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我们都无法预料自己会在何时何地，因为什么原因卷入可怕的事件之中。